啄木鸟，哎，这个我可以。大家好，我们是已婚但是绝对不会简单不救的中中露露。为什么我们会做接吻那个系列？接吻体验不好，真的会让一切索然无味，甚至会让女生提前进入贤者时间。是个 SB。而且一般来说啊，情侣中女生对于亲亲抱抱的要求是更高一些。接吻都没有那么好的感觉的话，我下一步我也不想啦。那学这些目的总归是让对方快乐一点，对吧？但是你怎么知道你学完以后对方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快乐呢？什么是快乐星球？看完这期视频不用瞎猜，但你的3连就是我们聊下去的动力。先比赛看哦。我现在就带你研究。那在实战的过程中呢，上期视频就有很多姐妹公开处刑了她的男朋友，水蛭八卦、河马吃草、吸盘鱼、铁憨憨啃人脑，是不是画面感一下就出来了？没出来没关系啊，我们来看一段这个课件啊，一段优美高雅的接吻教学。啄木鸟，哎，这个我可以。哎呦，在鼻子上，呸！这里面有你的招吗？反正全部都是我的招，你说是不是？是，要不我能给你打6.8分啊？为什么说接吻这件事很重要？你说有一天要是我不行了，你会生气吗？实在是不行了。我给你买小。但是如果我乱亲，你会生气吗？会。哎，亲亲不行，那就是态度问题。我作为女生哈，我就是对亲亲的需求是大过那个的。我全都要。就每一个想要被亲的女生呢，她都是冒着粉红色的泡泡的，太过于粗鲁，这些泡泡就全没了。上期评论里边也能看到说很多女生吐槽啊，除了某一任，好像其他的男朋友吻技都好烂，然后我就再也不想亲亲了。如果他跟我之前的感觉不一样呢，我就会哇，不错哦。对，你这种属于王者段位的，如果是青铜段位的呢，就是初吻嘛，直愣愣的眼神也是会涣散，嘴巴会紧闭。哦，到黄金段位有一些经验的女生呢，她可能第一下会愣一下，但是慢慢的她会进入这个状态。偶像剧里不都这样吗？那就是你第一次跟她接吻之后，你就要判断她的一个吻技在什么水平。如果是经验尚浅的对手，你就需要慢一点，尽量不要想太多炫技啊。老师。这种炫技是你上节课讲的一大大 coconut 吗？包括在内，这个需要熟练。你也知道，青铜的男生跟王者的男生用出来也是不一样。你给自己定位什么段位？我当然是王者，6.8分。哎，态度问题。我不信，你现在把这个关掉，给我试一下。哎，服了，王者吗？Victory。总之你没有经验，你就慢慢来，就一定不会出错。接着要上干货了。我们之前说过啊，润唇膏是非常影响体验的，直接会让男生冷淡下来的一个大杀器。比较合适不是说喝口水吗？就如果有时候你要搞突袭，你没有水怎么办？有一个办法能救，你试一下把舌头顶在上颚画圈。有没有发现你的口水变得很多？对不对？它就能够紧急代替你没有水的情况。哎，等一下，未成年人没在看吧？大概5秒钟，保证让你大大减少口气。有用的给个3连。我们再往下，准备完之后，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好的节奏 BGM 器。我们先进入到彼此的安全区啊，不要打断我。先进入彼此的安全区，然后这个时候呼吸就会交换荷尔蒙啊。等到一切的感觉，我们就可以进入交换 DNA 的过程了。你等到几个吧？因为这个东西很细腻啊，任何一点小的变化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他最近戴了牙套，完全不一样。哎呀，原汁原味的是最好。那我们现在不是要交换 DNA 了吗？对不对？什么呀，老师？还有点羞涩啊。我们从外到内来聊一下。第一个，嘴唇一定要放松再放松，你只要靠你的上下颚动的时候来控制嘴唇，但嘴唇本身是不要用力的。大家想一想自己被吻伤的那些经验里边，对方是不是那个嘴啊很贼硬？有个练习接吻的手势是这样啊，2个套圈，捏紧中间这个位置，就是最像嘴唇那个位置。大家可以试一下，你如果轻轻的刮，它是很舒服的。但如果你稍微用点力，贼硌手哦，手都嫌嘴硌手啊。对。当然，最后唾液多的时候，你需要闭紧、拉远、推一下。中间过程，嘴唇千万不要用力哈。哦，这个就是如果吞到口水的时候，你可以用抚摸和眼睛代替你的中段。然后我们上期那个视频，舌头的节奏点有人说要用舌头写一个 biang biang 面，还要写魑魅魍魉的。
太难了。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新手入门版的，用舌头写3遍 ABCD 小写，哦，一样的。一样，记住是小写啊，你大写是不对的。欢迎大家来交流自己的暗号啊！虽然我们已经开始写字儿了，但是还要写对地方啊，超过了密封线，这答题是无效的。别去舔人智齿啊！你还记得我们上期说过什么吗？哪个位置？牙龈。对，牙龈呢固然是比较敏感，像我这样一般的王者还会有个地方上颚，这时候会有人告我啊，那时候他舔上毫无感觉。你试试啊，找个没人的地方，用手指头啊碰碰，是不是非常的酥麻？痒痒的？我试试，等会儿。那你在我上颚上写个字，给我，蕾蕾。Very good。有点奇怪，就是两个人都张着嘴巴子，这个是真的要大战前夕才能用的，激烈的情况下对才才能用的。就咱俩刚才那样特别奇怪，我都笑死了。东西是给进阶版的用的，王者是有自己的杀招的，打青铜局怎么会用杀招呢？学到记得投币啊，学费得交啊。刚才这些东西呢，为什么说要提前说？就是也需要记在脑子里边，因为不能在临场的时候去思考。临场思考的话，绝对会被对方发现的。那么老师，我又有一个问题了，那我学到了这些知识，我又没有男朋友和女朋友的话，我怎么练习呢？别忘了刚才这个手势，如果想测试又不知道对方感受怎么样的时候，用你自己的手先感受一下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让别人不愉快。那有些爱咬的男生呢，疼，哎呀，爱瞎舔的。哎呀，接着我们搞定了嘴的部分，那就会到手的部分。你别忘了你的头下面还有一个身体啊。刚刚说到接吻也是分经验的嘛。如果是一个新手，他很有可能就不知道手放在哪里。那有些人呢，他会拉住对方的衣角，或者就杵在那个地方，无所适从。还有的人呢，就是觉得自己看那种影视剧和那种影视剧看的比较多嘛，一上来就那是不对的。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它跟血液的流向有关系。一般是先上头啊。整个面部的神经都会变得比较敏感，首当其冲的呢就是耳朵，这就是你对我使的招。哎，你可以放在耳朵、脸颊、后脑勺也可以，后脑勺也可以，但是不要什么呢？摸头顶。没有女生会希望自己的头啊接完吻之后被这个胡子瘤子弄成乱七八糟的鸡窝头。脖子这个在动物的本能里边是露出致命的部位，会导致心跳加速，误认为是感情上的小鹿乱撞。托起下巴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亲的时候就是这样托进你的下巴，对，会有点紧张。你看肉眼可见的，我心率就上去了。眉毛以下到胸以上啊，都是安全的，可以随便来。就算你当时再猴急，也不要去用力的抓他们的头发，你可以从发根进去。这个操作非常细节啊，头发不要盖上去。对，你快关啊！可以，嚯！哎呦！行了，刚刚已经说了一些非常实用的招了，你们已经开始交换 DNA 了，是否你的段位能够匹配他的段位呢？就要看女生呢是否也投入进来了。那一般女生投入进来呢，会有什么表现？面色发红，呼吸紧促啊，发出满意的声音啊。现在就是如果亲的到位的话，就是气泡音之类的，气的摩擦，而不是用声带震动发出来的声音。节了，非常细节了。哎，等会儿试试。然后呢，就是慢慢的，你可以从后脑勺可以到腰部，这是一个很给安全感的行为，因为有可能女生呢腿会软，她会有点站不住，晃动。会。你用手托着她，你们才能更好的继续下去。我们这个硬件都说完了，我们应该说这个软件了。软件就是什么呢？接吻的状态。当我们到达这种王者段位，已经不会通过单纯的技巧提升这个体验了，会去通过不断的叠加各种技巧，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比如说完全不用任何技巧，以静制动。如果男生每次都主动，女生就会习惯；反过来，男生突然间不主动，也让女生来进攻你。是不是会有变化？然后第二个反差萌，比如说那种女生非常喜欢那种类型，叫什么斯文败类啊，看起来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晚上就化身吸血鬼，狂躁。这种反差是很重要的。你可以在日常感受到他眼中的你是什么样子的，反过来，是吧？这个笑容比 Coconuts 还到位啊！斯文败类，如果你平时是一个很欢脱、很不正经的人，到这个时候你突然间生气，完全压抑自己的情绪，直接击中。所以上期评论会有很多女生说就很讨厌伸舌头，只要不伸舌头都行。确实是有人他很介意伸舌头，但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所有东西，完全可以弥补你只有这一招的尴尬，是吧？
当然，你可以开发出不同的境界啊！我也会在今后的婚姻生活当中精益求精、励精图治，不断开发新的技巧，为美好的生活添砖加瓦。防患，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掏干了这期，彻底干了啊！你说这期要是上2万的话，还能有啥呀？能播吗？能播那种啊。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东西它很值得去讨论？因为真的没有人教你，你妈会教你怎么接吻，你爸更不可能教你怎么接吻，不可能。但是接吻又是如此重要，在生活中你想不出来比这个频率更高的亲热的方式了。虽然讲很多技巧，但是接吻这件事情绝对不是用来炫技的，它是一种爱的表达，依然是一种沟通方式。让你的感情因为接吻更上一层楼，把你火热的爱、占有的爱、不可自拔的爱，都通过这个吻表达出来。而且很多东西是我在跟你交往之后，我才一点点体会到的。好，那这里是反传统感情观的中，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视频，别忘了点赞微博视频号，1键3连。哎，ciao。